现在在店里等我们的向师傅。刚才去看了一个康佳的55寸的电视，以120块钱的价格收回来了啊，是一个4K 电视，是主板有问题。电视呢已经拖回来了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视机的型号。这种电视机呢，它的后壳是白色的啊，然后有一个电视机呢比较重，型号呢是559600啊 UF 的，这是一个4K 电视。向师傅一个人就扛着进去了啊，根本上不需要我帮忙抬。电视机放到维修台上了啊。收这种电视呢，只要这个屏幕不坏啊，基本上就不会退。就是怕有的收回来屏幕破了，那就是没办法。现在来上电了，试了一下，发现这个电视机不开机啊。这个是在用户家已经看了啊，用户是不修了，最后我们以120块钱的价格收回来的啊。电视机的指示灯是亮的啊，就是开不开机。我们来拆机。电视机拆开了啊，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按键啊，因为它这个电视机的是一个蓝牙遥控，它是遥控电路有问题啊，我们直接用这个螺丝刀，我们短接一下这个按键，看能不能开机。好，我们短接了一下呢，发现这个指示灯呢没有任何变化，还是呢不开机，那说明不是按键的问题，那问题呢出现在电源板或者说是主板上面。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啊，发现这个电视好像是被修过的啊，大家看这个芯片上面这里好像有焊油。被焊过的，然后这个排线大家看啊，这贴的乱七八糟的。这个电视机应该是被修过的啊，不知道是之前修呢，又看的时间又坏了，还是这次修了没修好。因为这个用户他根本上去看的话就没说要修啊，直接说叫我收走，所以说我怀疑是不是这是没修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电源板拆出来了啊，先检查一下电源板，我们把这里短接一个开机信号，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电源，正不正常。经过测量呢，我们强制开机之后啊，就是这个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呢，12伏啊，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啊。那说明问题呢不是出在电源板上啊，出是在主板上面。这边的还有一个24伏啊，也是正常的。那我们下面就要围绕这个主板来维修了啊。我们既然已经确定了这个主板有问题啊，我就把这一套板子拆到我的这个工作台上来了。我们来修一下这个主板，因为这个电视机嘛是收过来的，然后这个主板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如果买一块的话啊，将近300块钱，所以说只能修啊。因为这个电视机我们去卖的话也卖不了多少钱的。像这种问题呢，我们不开机啊，主板的话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供电。虽然说它的5伏过来之后，它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转换电路，给这个主控提供一个电压，然后主控去开这个电源板，达到这一个开机的过程。那么首先的方法我们就是很常规的啊，先打一下对接组织，万用表打到2级关档。我们先把电源板拿到一边，测这个对接组织呢，很简单啊，就是测这些 LDO 以及这个 DC 转 DC 的电路，我们一致表比接地。反正像这种的话，没有什么头绪的话，我们大概去测一下啊，测一下有没有这种明显短路的，测一些这些电容的正极啊、电感呐、包括这些 LDO 啊，这个测了一下呢，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短路的地方啊。虽然说这个板呢，我们刚才说过是修过的啊，这里有焊过的这种痕迹，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主控虚焊了或者主控坏了，也说不清楚啊。现在我们先知道啊，这里呢已经是有5伏电了，5伏电源呢是在主板上来的，那么5伏呢，它应该还是有其他的转换电路给这个主控供电的啊。我们根据这个5伏的这个走向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路啊。我们首先来找到这个5伏是哪个角啊？我们看一下，先测量是这里有5伏啊，就是1、2、3、4啊，第4个角。我看一下是第4个是第5个啊，第5个啊是这个第5个，也就是说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排插的中间这个角，这个排插应该是9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啊，9个角，第5个角就是中间这个角是5伏啊，这个角是5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5伏到了哪些位置。啊，这边是没有走线。这里好像掉了一个件儿啊，
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啊，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。啊，我们给大家用这个放大镜看一下啊。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排插嘛，第5个角啊，它是9个角，就中间这个角，第5个角，看到没有？从两边数都是第5个角，这个角是5伏的输入，然后它连到这里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但这个焊点呢，这边好像它是掉了，这里有个 L820，这里好像焊过了，还是不是这个掉了啊？但是呢，它和这边啊，我们看和这里这个铜瓶不知道是不是通的，我们等会儿把这里洗一下看，看它这个电压是从这里过来还是从这里直接过去的。还有它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啊，它通过这里通过这个过孔过去了。那如果通过这边的话，如果它走了这条路的话，那么这个电感掉了，那么它肯定这边是没有电的啊。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这里的原因。然后我刚才也还测量了一下啊，这个点它如果过了这个电感之后呢，它这个电压是到了哪里呢？到了这边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里看到没有？一个1117，它是一个3.3伏的输出，这个角是输入，它直接连到这里来了。从这里输出一个3.3伏，不知道这个3.3伏是不是给这个主控供电的啊？就是我们先来把这个地方啊，刚才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清洗一下，洗干净之后，我们看这一点是怎么走的啊？它这个5伏还到了这个这里出来这个5伏在从这个过孔走了，还有一路是从这里下去了，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连在一起啊？如果连在一起，或者从这里下去了，我们先把这里清洗一下。好，这边我们把它洗了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走向啊。你看它从这里，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岔路一样的啊，5伏通过这里出来，在这里分叉了，一边是通过这个过孔走了，一边通过这里，然后这里通过这个过孔，这里的过孔走了啊。但是呢，我还在跑线路的时候呢，我把板子反过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反过来大家看这里啊，这个标识大家，这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这么大一个标识5伏 STB， 也就是说这个点应该啊和刚才这个竖的这个端子这里，这不是1、2、3，应该和这里是通的啊。我们来测一下看。刚才这边反面不是有一个5伏 STB 的这个点吗？就这里对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它不通。然后什么呢？我刚才测了一下啊，我们不是说掉了一个电感吗？这里好像掉了一个电感吗？哎，在哪去了？我想这里不是掉了一个电感吗？刚才那个位置啊，我测量了一下，刚才那个位置和这里它是通的。哎，啊，望远表开一下，你看，就通过这个电感过了之后呢，它和刚才那个5伏 SB 它是通的，所以说呢，我就觉得是这个电感啊。那这个电感为什么会掉呢？这个电视机为什么会这样？按说它不会掉啊，它如果是烧的话，它应该上面有痕迹啊。但是刚刚没洗之前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明显焊过的痕迹。那么本来这个电路板上有很多一些空焊盘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像这种空焊盘，看到没有？比如说我们找像这种这个空焊盘，它是两边是圆润的啊。像刚才这个点明显的好像是少了一个圆点，我打算呢我们焊一个电感上去啊，让它这个5伏到刚才那个测试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电感呢焊上去了，我们现在把板子都接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，看行不行。我们做好绝缘，上电，我们再来测一下电压啊。首先我们测这里，这有一个3.3伏，好，现在有电压了啊，输入5伏啊，正常。这个电压现在就有了，我们再来测一下这边其他的电压。这个上屏这里也可以测一下，看屏上面有的电压没有？12伏，这边有了啊，现在上屏电压也正常了。我们再来测一下 CFC 390，啊，389也正常了啊。难道就这里掉了个件的原因吗？现在摸这个主控也有温度了，说明这个主控在工作。那么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掉件呢？我们装到机子上试一下。现在拿到店里了，我们装到这个电视机上面了。我们开机发现，居然一切正常了。这个电视机就是这个掉件了引起的啊。但这个机子呢，这个遥控器有问题。它这个是蓝牙遥控器，蓝牙遥控器的这个用户是给我了，但这个遥控器坏了，它是那种充电的。
里面用的还是那种老式那种就和我们之前手机的那种电池一样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给它把这个遥控要改一下，改成这个就是普通的红外遥控。电视机已经进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比较清晰啊，是一个4K 电视，4K 的屏，然后一切都正常啊，包括它的系统都还是可以用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的遥控器改一下，改成红外遥控。啊，现在这个遥控也改好了，也可以使用了啊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就是一个红外接收头，之前是一个蓝牙遥控啊，现在我们用这种手机的这种红外遥控就可以控制了。那么这个电视机呢就已经整好了，遥控器也搞好了，然后呢，可以开关机，画面显示呢也正常，唯一的就是这个故障现象呢有点奇葩，为什么会掉价啊？据我了解的是，这种电视机的主板它是有很多种款式啊，很多种款式，它这个应该是别人换过主板换错了，它有的这里确实是没有这个电感，有的机子型号是有这个电感啊。最后这个机子呢是向师傅要了啊，120块钱的这个成本费给我了，然后就是100块钱的维修主板的费用，一共呢给了我220块钱啊，这个电视机就是他的。